刹车失灵了！刹车失灵，一家三口连人带车坠下悬崖，再睁眼没进地府，进了古代贫困户的家，欠债实文，米缸见底。还有个偏心，到骨头里的奶奶盯着最后一口粮，换别人这叫绝境。可这一家三口不慌，爸爸绑定神级工匠系统，妈妈绑定灵泉美食空间，连5岁的瑶瑶都头顶锦鲤光环，全家一起开挂，这日子输不了。故事就从3张金手指同时到账开始。叮，神级工匠系统绑定成功，全家一起开挂，这日子输不了。老婆抓稳瑶瑶！爸爸妈妈，我的草莓熊摔没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是哥干哪儿来了？啊！这不是我的头发，这身体也不是我的。我们穿到别人身上了？不是吧？自驾游坠崖，把我们仨甩古代贫困户家里来了。不止贫困户，是赤贫。原主这家底比我后厨刮干净的油锅还干净。后天就要还借的米，拿命还。那我们要饿肚子了吗？瑶瑶不想饿肚子。穿越大礼包当场到账，爸爸的工匠系统解锁全品类图纸，妈妈的灵泉空间黑土1亩，作物10倍速生长，还自动优化品质。瑶瑶的锦鲤光环更离谱，运气拉满，言出法随，刚出门就捡钱20文，这光环生效速度连系统都得喊一声卷王。这家人的好日子就从修大门喝米汤开始起步。宿主同远修解锁全品类器械图纸，动手能力增幅1000%。叮，灵泉美食空间绑定成功，宿主叶霜，内含灵泉1泉，黑土地1亩，作物生长加速10倍，食材品质自动优化，有粮食了。叮，锦鲤萌宝光环绑定成功，宿主童瑶，运气值拉满，言出法随初级效果已激活。瑶瑶去看看我们的新家，看看院子里有什么。爸爸妈妈，瑶瑶捡到钱啦，有20个，好多钱呀！我闺女这锦鲤光环生效也太快了，出门就捡钱，绝了！行了，别贫了，先把这大门修了。我做饭，吃完再盘算后面的事。收到。老三媳妇儿，你们在家偷偷吃什么好东西呢？这么香，你们是要馋死亲娘啊！记忆里这就是原主的亲娘同事，偏心偏到骨子里。娘，二伯，我们煮了点米汤而已。眼里只有2儿子一家，原主一家3口连长工都不如。做吃的，我就说你们藏了粮食，还偷偷吃独食，赶紧把粮食都装起来，都送去你二伯家。娘这话就不对了。娘，我们家都断粮好几天了，好不容易凑了点米，怎么就成吃独食了？再说，二伯家日子比我们好过吧？前阵子还把我们家最后半袋粗粮搬走了。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我养大儿子不容易，拿他点粮食怎么了？哼！再说瑶瑶一个丫头片子，吃那么好干什么？赶紧把米交出来，不然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就是三弟，娘养你一场，你孝敬娘是应该的，这点粮食算什么？等以后我们家发达了，还能忘了你不成？
昨天我和爹爹娘亲都饿晕了，也没见你送一口吃的。今天闻着饭香就来了，你是鼻子比村口大黄狗还灵吗？你个死丫头片子，怎么说话呢？你敢碰他一下试试？本来就是呀，上次爹爹打的野鸡，你抢走给二伯家的狗蛋吃；上次娘亲织的布，你拿走给二伯娘做新衣裳；就连瑶瑶的半个窝头，你都抢过去给狗蛋。哼，你根本不是我奶奶，你是抢东西的大坏蛋，讨厌鬼！我说同事也太偏心了，老三家都穷成这样了，还来抢粮食。可不是嘛，平时就没少搓磨老三一家，真是造孽。别气坏了身子，大老远过来也累了，先喝碗水润润喉。米我这就给你们装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我告诉你，粮食我今天必须……哎，不对。偏心奶奶闻着饭香就上门，张口就要把米搬去二伯家，还骂瑶瑶丫头片子不配吃好的。瑶瑶当场掀桌式告状，野鸡、布料、半个窝头，桩桩件件全是奶奶抢的。妈妈笑眯眯递上一碗井水，转头奶奶就抱着肚子冲向了茅厕。这井水多少加了点空间科技，抢粮不成反拉肚子。奶奶从此落下心理阴影。坏奶奶跑啦，羞羞脸。娘亲，你太厉害了！媳妇儿，干得漂亮！小惩大戒而已，再来抢，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。爹爹娘娘别怕，瑶瑶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来抢东西，瑶瑶就骂跑他。千里正加2斗米大概要10文，还能剩10文。坐吃山空不是办法，总不能靠捡钱过日子。上山看看吧，卧龙山物产多，弄点野菜和野味，既能当口粮，还能换点钱。行，我也认认野菜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能种的。瑶瑶也要去，瑶瑶要抓小兔子。这山野菜挺多的，就是品相一般。回去用灵泉水泡一泡，口感能好不少。瑶瑶，慢点跑，别摔了。瑶瑶，瑶瑶，没事吧，瑶瑶？摔疼没有？没事哦，娘亲，没有痛痛，娘亲别害怕哦。爹爹娘亲，你们看，瑶瑶挖到大萝卜啦！爹爹娘亲，你们看，瑶瑶挖到大萝卜啦！欠债要还，日子要过，一家3口上卧龙山打野，野菜野味没找着几样。瑶瑶先摔了一跤，摔出一根百年人参，紧跟着又是一窝野鸡蛋送上门。按炉头纹路一算，这餐少说100年。这一跤摔得血赚，别人上山是求生，这一家上山是进货，锦鲤光环豪横的明明白白。值钱多了，能换好多好多糖葫芦。哇，那瑶瑶再挖几个。
爹爹娘娘快看，这里有蛋蛋！瑶瑶，怎么了？真的有东西！哎呀，是一窝野鸡蛋！运气真好，这野鸡蛋营养高，更好给瑶瑶补身体。走吧，咱们继续找找有没有其他好东西。媳妇儿，你说咱这上山怎么跟闯关似的？捡了人参，掏了野鸡蛋，等会不会捡个金元宝啊？少做梦，能捡够一顿饭的蘑菇就烧高香了。爷，山神爷爷说今天有肉肉掉下来哦。行行行，山神是你亲二舅。花花说小鸟要摔跤啦。瑶瑶又跟花草聊天呢，那他们有没有说今晚吃啥？他说吃鸡。得，山上野鸡都得连夜搬家。上面有东西。别是蛇吧？你站瑶瑶前边。是胖胖，他脚滑啦。完犊子，踩苔藓了！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哇，胖胖送货上门啦！咱女儿这锦鲤光环也是没谁了。真是说啥来啥。爹爹，你看，这朵花像不像糖葫芦？他说他也想进锅。瑶瑶，糖葫芦不兴炖汤。童老三一家运气这么好，上山一趟就逮着野鸡了。等等，这野家腿怎么还在动？他晕车。可不是嘛！我上次在山里转了一天，连根野鸡毛都没见着，倒被马蜂蛰了3口。唉，看来瑶瑶这孩子是个有福的。不是福，是锦鲤。更觉得还在后头。瑶瑶说山神爷爷讲今天有肉掉下来，爸爸刚笑他做梦，一只肥野鸡当场从天而降，送货上门。原来昨晚瑶瑶许愿要吃肉，这愿望连夜生效，妈妈补刀。下回直接许愿野鸡炖蘑菇，省得咱动手拔毛。村民都看傻了，这哪是有福气，这是活的锦鲤啊！条腿当纪念品。谁说的？他眼睛说的。那让他去梦里纪念吧。慢点喝，瑶瑶。好好喝呀，娘亲，瑶瑶好喜欢。咦，碗里有个小月亮。那是油花。不是月亮掉进汤里了，他也想喝。月亮说：“人参值这个数，500两。5串糖葫芦。”明天我们就进城把人参卖了，卖了钱先还债，再买点东西，好好置办置办这个家。还债排第一，买糖葫芦排第二。瑶瑶同意吗？同意。但是第3要给爹爹买新鞋，他鞋底漏了，刚才下山踩到野鸡屎了。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野鸡撞树的时候，你抬脚擦鞋，瑶瑶看见的。别太注重细节了。我也是这样打算的。其实瑶瑶第2喜欢的是娘亲做的好吃的，第3是爹爹做的玩具，第4才是糖葫芦。但是糖葫芦比较急，先排第1。行了行了，明天一早就走。瑶瑶今晚许愿，许爹爹明儿踩不到野鸡屎。这句最灵。爹爹，县城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好吃的？有啊，有包子，有糖葫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你爹的钱袋子。爹爹，你的钱袋子是不是饿瘦了？不是饿瘦，是他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吃饱过。爹爹，这里的人好多呀！热腾腾的大包子嘞，酸甜可口的糖葫芦，
县城当然人多，这家最大，应该靠谱。进去问问价格。怎么是一群乡下来的穷鬼？抓药还是问诊？柜台上别蹭上泥。好参，至少100年以上，而且保存这么完整，价值不低。品相一般，顶天1、2年。这样吧，进城卖餐，寄生堂掌柜看他们是乡下人，张口就把100年老餐压到5两。谁知爸爸是工科生出身，炉头1年1环，皮纹细密色沉，说得头头是道。掌柜被戳穿还嘴硬，加到10两就想打发。爸爸转身就走，对面还有家店呢。谁说乡下人不懂行情？这脸打得啪啪响。略懂一些。你看这里，炉碗紧密，1年1个，数量这么多，至少100年以上。再看皮纹，纹路细密，颜色沉稳，这些都是100年老山参才有的特点。好像真是老参。去，你懂个屁！最多8两，爱卖不卖。按照市价，100年老山参至少30-40两起步，你8两就想收掌柜，你觉得乡下人就不懂行情吗？哦，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农户，竟然懂得这么多。说的倒是一套一套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再说了，山参价格哪有那么高？最多10两，不卖就算了。行，不卖。刚好对面还有家寄生堂。坏爷爷骗人，这只参明明值50两。50两，小娃娃断奶了吗？僵持之际，瑶瑶一句：“这餐明明值50两，奶声奶气，却字字真金。”恰好知府公子宋文轩为病母寻餐路过，一眼识货，50两全价拿下，还留下话：以后有好餐直接送知府衙门。掌柜在旁边肠子悔青，煮熟的业绩就这么飞了。闺女一句话值40两，这张小嘴是真开过光。知府宋文轩，家母病弱，正需此物，兄台可否割爱？公子识货，童某求之不得。多谢兄台割爱，以后若还有此种好参，可直接送到知府衙门找我。我的货，我的钱，我的业绩啊！掌柜的，您刚刚还说这是普通山参。闭嘴！我现在心疼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闺女，你真是咱家的锦鲤小财神，说50两就50两。因为瑶瑶不会骗人呀，瑶瑶说的都是真的。好了，小锦鲤，我们先去买东西，买点米，买点面，再给瑶瑶买几件新衣服。新衣服，漂亮的吗？买，我们瑶瑶必须穿漂亮衣服。走，回家还债，再琢磨点其他活去。瞧你那点出息！李叔，我是童老三，过来找你有点事儿。当初多亏您伸手搭救，借我的2斗米，这是本金加谢意，您务必收下。远修，你这是哪里来的钱？进山挖了些药材，凑巧卖了个好价钱。没有您那2斗米，我们一家撑不到今天。好啊，人活一世，最难得就是真知恩图报起来。我这个老头子也替你们高兴。解决了这第一件事，接下来就是去原主娘同事的家里解决剩下的麻烦了。听说童老三一家进城发财了，可不是嘛，买了一堆东西回来呢。走，去看看。呀，远修啊，娘想死你们了！
听说你们进城了，这是发大财了吧？娘亲，奶奶一直在看咱家的米袋子。胡说，奶奶那是关心你们。这小丫头嘴真溜。当初成亲，揣着50两回家，先还李叔的2斗米，连本带谢意。再当着全村的面，把当年成亲借的2两银子连本带利拍在奶奶面前账清了。往后井水不犯河水，养老找2房，奶奶撒泼打滚也没用，瑶瑶一句滚字直接送走。断亲这事，全村都拍手叫好。还给你。以前我想孝顺，但孝顺不是让我一家3口受苦，也不是让我一家3口喝西北风，去填你2房的窟窿，更不是让你们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这话硬气，早该这么干了。分家多年，各过各的，以前的旧账我不翻，但以后养老找2房，我们家的事你少管。这是要跟亲娘断干净了？活该，老3家以前被吸得太狠了。完了天了，养出个白眼老狼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我不活了！老3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，赶紧给娘跪下！二伯娘，小心，要摔啦！啥？瑶瑶这嘴开过光吧？神了，这怕不是个小福星吧？哎呦，我的腰啊！这孩子的嘴太邪门了。钱还了，话也说透了，往后井水不犯河水。谁再敢碰我妻女一下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开局的烂摊子已经收拾利索，接下来努力赚钱，把这个小家过成杏花村最红火的日子。这离的受力点简直反人类，我一个工科生看得浑身像有蚂蚁在抓。家事清了，开始搞钱。爸爸一眼看出村里的离受力点反人类，工科生的 DNA 动了，当场改图纸，效率翻3倍，全村排队领号改农具。系统还追加奖励，用改良农具的农户首季增产2成，工钱日结40文，家里的肉钱和瑶瑶的糖葫芦全有了。几天功夫，童老3成了全村活菩萨。爹爹加油！爹爹是超级工匠，比全村的牛加起来都厉害。闺女，后半句咱悄悄说，别让牛听见。牛来听墙角了。童老3扛的是梨还是什么轻巧物件儿？怎的看着这般趁手？这翻土也太整齐了吧！这牛今天是沾了什么灵气？怎么走得这般快？我家那破玩意儿一天啃半亩地还喘，你这都快1亩地了，牛连口粗气都没喘。元修啊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是文曲星下凡，还是工部匠人转世？就改了几个零件，不值一提。这还叫不值一提？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宿主改良技艺获得村民认可，额外奖励锦鲤福运回馈，被改良农具使用者第1季作物增产20%。爹爹好棒，全村都能吃饱饱啦！奇怪，
我突然觉得今年收成肯定差不了。我也突然有这种感觉。岳修，你必须帮全村改梨，工钱按天算，材料我们出，不然我今天就守在你家田里不走。改，排号。瑶瑶，帮爹拿号码牌。1号，王爷爷拿好哦。哎呦，小金灵给的牌子，我得好好收着。童老三，我家梨排哪天？修哥，先排我。排队，爹爹说插队的人就不给改梨了。日入40文，家里的嚼用，闺女的糖葫芦，全有了。短短几天，杏花村的土地就发生了明显变化。童公子真是活菩萨呀！这农前具太好只觉得童老用了。三老师，没想到手巧的能做细活，这点鸡蛋给瑶瑶补补。谢谢婶婶。爹爹说吃了鸡蛋能长高高，长高高就能帮爹爹画图纸啦。农具搞定，接下来该搞钱了。系统给我的灵泉空间和黑土地是时候利用起来了，赚钱的路就从这里开始。空间黑土地配灵泉水，生长速度是外头10倍，菜味更是绝品。光自己吃哪够，必须换成活钱。先种几种最容易打开市场的蔬菜，就从青菜、黄瓜、西红柿这3样开始。接下来就看灵泉水的效果，不知道这灵泉水到底能不能给我一个惊喜。这速度比催长剂还猛，仅仅3日，灵泉妈妈这边也不闲着，灵泉空间黑土地、青菜、黄瓜、西红柿种下去，3天就成熟，品相油亮的像刷了蜜。瑶瑶咬一口黄瓜，比糖葫芦还甜。妈妈放话，等卖了菜就给她买2朵小花簪，就这卖相拉到镇上，注定要被抢破头。小花簪，瑶瑶要带2朵，左边1朵，右边1朵。就这卖相，拉到镇上，保准抢破头。嚯，这青菜怎么油亮油亮的，跟抹了层蜜似的。这黄瓜看着就脆生，怎么卖的？青菜2文1斤，黄瓜3文，嫌贵您可以先尝后买。比市价贵小1半，我倒看看它凭什么贵。我去，这是果然，菜摊刚支起来就炸了。尝过一口的客人5斤10斤往家搬，一个上午进账200多文。嘴甜的瑶瑶往摊前一站，叔叔慢走，阿姨再来。回头客直接焊死。空间菜品质打遍全镇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这一家子连卖货都带光环。是的，嘴还就这么甜。媳妇儿，200多文，这才一个上午。意料之中，空间菜的品质打遍全镇没问题。敢问方才卖的这些好菜，都是府上自家种的？正是，自家菜园产的。啊！我是街那头悦来酒楼的掌柜，刚才尝了那黄瓜的客人一直夸赞。你家有多少？更大的生意找上门，悦来酒楼掌柜尝过黄瓜，当场拍板。你家的菜我全收了，按市价3倍，长期供货。妈妈只提一个条件，每日产量有限，只供上品，从断粮农户到酒楼专供。这一家只用了半个月，价钱都好说。明日一早只管送到悦来酒楼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好，明日按约送菜。嘿嘿，这么好的菜，老三家也吃不完。拿几根回去怎么了？等我研究明白，以后我们家也能发财。什么东西？救命啊！童家的菜果然和普通菜不一样，以后你们送多少，我们酒楼收多少。童老三家真是走运啊！种出来的菜，连镇上的大酒楼都抢着要。听说这一车菜卖的钱，比别人干半个月活还多呢。什么？以前他们家过得还不如我们，现在倒让他们发财了。凭什么他们能种出那么好的菜？肯定有秘密。娘，你瞧见没？老三他们家现在天天往镇上悦来酒楼送菜。他们家的菜真有那么值钱？普通菜能卖那么贵，肯定有门道。说不定他们藏着什么种菜秘方。娘，他们现在发达了，可曾想过孝敬我们这些长辈？
我们拿几根菜尝尝，又能怎么样？那就拿一点。这就对了，不过是几根菜，他们还能怎么样？没人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家的菜到底有什么秘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快帮我下来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王哥，昨儿你家那口子追着你打的事儿，还没给大伙说道呢。咦，你们看，树上是不是挂着个人？有人眼红了，二伯家的刘氏半夜摸进菜地想偷秘方，结果一脚踩进爸爸提前挖好的陷阱，大清早被吊在树上展览，布袋里还掉出几根新鲜黄瓜，全村围观，半夜背着布袋来看菜。黄瓜是自己跳进袋里的，对付极品亲戚就得让他狠狠尝一次记性。哎，您这是半夜来我家菜地锻炼身体？你少胡说！我真的只是路过。路过？从村里的路能路过到菜地里面？那这刚摘下来的黄瓜，也是您路过的时候自己掉进去的吗？以前就喜欢占老三家的便宜，现在看人家卖菜发达了就来偷菜，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难怪童老三跟他们断干净，换我也断。刘氏，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跟我回家！这事儿没完，童元兄，你给我等着！对付极品亲戚，就得让他狠狠长一次记性。你早就猜到他会来。刘氏是什么性子？看到别人发财，比自己亏钱还难受。他不来，我才觉得奇怪。这陷阱没白做，给了他们教训。空间菜地也有了一层保障。这是咱们从穿越至今攒的所有的钱，是卖菜加上改农具的收入。没想到已攒了经这么多了。80多两，足够让咱们换个新家了。爹爹，咱家要有大房子了吗？现在这房子雨天漏雨，晚上还透风，住着太遭罪。咱们盖新房，盖青砖大瓦房。是该盖了，以后日子越来越好，总不能一直住茅草屋。系统。丁，神级工匠系统启动，检测宿主拥有建造需求，正在生成最佳民居方案。丁，神级工匠系统启动，检测宿主拥有建造需求。正在生成最佳民居方案。建筑方案生成完成度80%。方案分析中，方案等级不足。进入第二方案评估。1。方案等级不足，攒够80多两，盖房。系统生成神级民居方案，正房大，院墙厚，青砖灰瓦，冬暖夏凉。爸爸现场整活，滑轮搬砖，一人顶仨。看得干了40年的老师傅直喊神仙。管饭场面更香，工人们干完活抢着上桌。半个月，茅草窝变青砖大院，全村头一份。这是童家买的，买如此多毡瓦，难不成要盖房？开工！这阵仗真要盖大房。砖质不错，
还能听出好坏？比木匠画的还直。往右调2寸，墙角必须垂直。明白。他以前只会种地啊，现在看这手法比老师傅还熟。搬上去太费劲了。这是啥东西？我活了40年，第一次见这种方法，合着他本事都藏着呢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专家，我活了40年，第一次见这种搬砖方法，一个人就能搬这么多砖，省力，速度还能快1倍。以前只当他是个穷酸书生，合着本事都藏在肚子里啊！叔叔辛苦啦，快喝水。童家的闺女真招人喜欢。爹爹擦擦汗。这饭香的我手抖，快干快干，干完抢饭！大家干了一上午，别客气，放开吃。这味道，我的娘哎，这房子也太气派了！才半个月啊，就从茅草窝直接变青砖大院了。童老三这是要飞黄腾达啊！以前穷的揭不开锅，这才多久就成咱们杏花村头一份了。房子已经建好，系统空间的菜只用来卖，还是太单一了。不如在镇上开个早餐铺，卖些现代的早点，豆浆、油条、包子，这3样成本不高，只需租个小铺面，咱俩就能忙活过来，再慢慢推出新菜式、新吃食。行，我支持你。铺面我去谈，你只管研究配方就行。我也去看看。铺面的事情交给我，等我找到合适的，再带你去看。不求店面多大，但必须在人流量大的地方。位置太好的，租金贵的惊人；位置偏僻的，又怕没人来买。前面摆桌子招待客人，后面刚好可以放蒸笼或面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间铺子就在县城主街旁边，采光极好，斜对面就是县学的后门。小伙子，是来租铺子的？1个月租金多少？这铺子位置很不错，就是里面旧了些。你若是真想租，我给你便宜些。这附近人流如何？有没有固定卖早点的？书生赶集的农户都得从这条街上过，卖早点的倒是有几个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些不一样的吃食。这铺子1个月800文租金，800文高了些。铺子空了这么久也没人租，接手后还要重新修整。若是价格合适，我一次交半年的租金。成，600文，1月1付，押金500文。旧木柜和板凳还能接着用，送给你，添个人气儿。租下来了。正街中段，斜对县学，铺面不大，但亮堂的很。位置好，价格也合适。明日咱们就去打扫。虽然铺子不大，甚至还旧，可这是属于我们的第一份事业。这里不错，前面放桌椅，靠墙摆几个长凳，后面这里放豆浆桶、蒸笼。你倒是已经想好了。当然，开店可不是只会做好吃的就行，位置、环境、招牌、服务都很重要。瑶瑶呀，放这儿正合适。干净醒目就好。娘亲写的字真好看。瑶瑶以后也学写字。明天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这是什么铺子？没见过，不知道卖什么吃食。新店头一天，一定要开个好头。同济食铺卖啥的？以前没见过。菜卖火了，妈妈又盯上新赛道，在县城主街盘下小铺。同济食铺开张，专卖现代早点，豆浆2文，油条3文，肉包5文俩，铺面不大。可这是他们自己的第一份事业，开业第一天，香味半条街都闻得到，客人排队打包。要2碗豆浆，我打包带回家。凭什么他家生意这么好？
对面包子铺老板看红了眼，竟趁人不备往食铺的面里撒沙子，被当场抓包。生意各做各的，玩阴的。这下好了，老主顾全跑光。从此这条街上再没人买他家包子，黑心老板的名声算是焊死了。是不是能天天吃油条？小馋猫，管够，让你吃个够。娘亲，那个唐人好漂亮。老夫人，是中风先兆。夫人别去，这可是知府家的老夫人，万一救不好，赖上你可就麻烦了。娘亲，老奶奶好可怜，我们救救她吧。好，听瑶瑶的，救人要紧，救人要紧。街上突发意外，知府老夫人中风，前兆晕倒在地，旁人都不敢沾手。妈妈挤进人群，果断施救，硬是把人救了回来。宋文轩赶到一看，这不就是卖他百年餐的那位吗？大恩不言谢，宋家必有重谢。老夫人一睁眼就看瑶瑶格外投缘。这孩子看着就有福气，我一见就喜欢，我想认她当干孙女，你看怎么样？母亲喜欢，自然是好的。就这么定了，以后瑶瑶就是我干孙女。记着常来府上玩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娘亲，我以后有奶奶了吗？是啊，以后瑶瑶有干奶奶疼了。啥？三闺女认了知府老夫人当干奶奶？还是老夫人主动认的。这可真是抱上金大腿了。娘，谁不知道童老三如今彻底翻身了，连县里的贵人都认识，远修可是都去了，狗蛋儿也能跟着沾光。老三还能真不认我？老夫人认瑶瑶做了干孙女，童家彻底翻身。偏心的奶奶又上门了，你侄子狗蛋聪明，去跟知府说说，给他谋个县衙前程呗。瑶瑶当场拆台，当初断亲书是您签的，我们净身出户时您在哪？当初放过的狠话，如今全成了打脸的巴掌。奶奶被问得哑口无言。还帮帮家里，狗仔聪明，若是进了县衙以后肯定有前途。所以你去跟知府大人说，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？奶奶为什么要让爹爹帮忙呀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可是奶奶以前不是这么说的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以前爹爹说断亲，奶奶同意了，还说以后爹爹过得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。你个孩子！记得那天爹爹和娘亲走的时候没拿任何东西，后来我们自己盖新房子，也没有求奶奶帮忙。原来是这样，当初可是同意了人家断亲，现在看到人家过好日子，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！从坠崖穿越到断亲立户，从灵泉菜地到同济食铺，这一家三口把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，抱上知府这条金大腿，日子只会更红火。极品亲戚们只能在原地拍断大腿，至于那些失去的，不只是亲情，还有高攀的机会。杏花村小福星的故事才刚开张。